杨紫、李现领衔为波仙火童颜夫妻回归，古装剧将又有天花板。在古装偶像剧中，虽然有不少的男主角，但是能够同时拥有强大的演技和偶像气息的明星并不多见。最近几年，我国的古装电视剧市场非常的混乱，各种类型的电视剧都在不断的出现，并不断的出现。虽然市面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，但也有很多烂剧，让人看着就像是坐飞机一样。每一部新的电影上映，都像是在进行一场不知名的探险。《庆余年2》的热度还没有过去，新的电视剧就像是蘑菇一样冒了出来。在这一年，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杨紫和李现主演的《国色芳华》这部备受关注的即将上映的电影。新电视剧备受瞩目，充满了期待。丁子光导演了一部广受赞誉的电影，以家人之名以及扣人心弦的电影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，这2部电影都是他导演的。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的电视剧，主要讲述的是何为芳杨紫饰演，她是怎样从一个和平的女人，靠着自己的毅力和毅力，一步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。而她和李现倾心打造的蒋长阳的爱情故事，也让整部电影变得更加精彩。这2个主要的线索是《红楼梦》中最醒目的2个主要要素。何为芳，杨紫饰演的是一位外地商人的女儿，从小就对花卉有着极高的造诣，尤其是对名贵花卉的种植有着极高的造诣。但是，如果她的人生只是这么平凡的话，也许她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名声。结婚没多久，刘畅就原形毕露，不但到处拈花惹草，而且还对何为芳进行了人身和语言上的虐待。何为芳不是一个顺从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，他几乎没有任何迟疑，就决定和夫君离婚，打定主意要摆脱这段充满了利害关系的婚约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不过，她也不是一个依靠别人就能出人头地的女人，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家族，去了京城。她怀着理想，立志要在这熙熙攘攘的首都闯出一条路来，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。京城的武林中，想要站稳脚跟，就像逆流而上，尤其是一个女人。没想到，冥冥之中，她竟然在京城遇到了几次打过交道的蒋长阳。她恍然大悟，连忙和蒋长阳取得了合作，利用自己敏锐的经商天赋和谈判技巧，顺利拿到了第1次投资。蒋长阳在京中也有一座庄园，他很大方地把后院让给了他，让他种下花草，让他的生意蒸蒸日上。因此，他们2个就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事业，一起投入到了养花的旅途之中。在他的生长与发展过程中，何为芳以一种女人的温柔，向许多无依无靠的妇女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并在牡丹园中机智地安置了她们合适的位置，让她们得以在牡丹园里寻找生命的依托与依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们一起变形，互相治愈。何为芳在购置了这座祖屋之后，别出心裁地把它打造成了一座花团锦簇的少女天堂。在长阳的精心教导下，他把多余的力量投入到工业的发展中，并建立起了粮食加工厂和药膳厅等民生事业，用自己特有的方法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幸福。他在朝中发挥自己的才华，为民谋太平，为国富强而努力。杨紫与李现这2个演技精湛的男主角，想必你也不会太熟悉了。他们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成为业内的领军人物。当年2人合作的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在网上火了一把，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作童颜，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。李现因该剧走红，这次他们再次联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视觉和听觉上的盛宴。杨紫终于回归古装剧了。他之前一直在仙侠剧里忙碌，已经好久没拍古装戏了。这次他还和李现搭档呢。李现虽然在现代剧里很厉害，但古装戏他可是很少尝试的。好期待他们这次的表现啊！不知不觉间，亲爱的、热爱的已经播出6年了。时光飞逝，岁月沉淀，一转眼我们又少去了6年的奋斗和辛苦。真是恭喜大家，在人间不断锤炼和成长的过程中，又迈过了这宝贵的6年。
今天咱们来聊聊今年1月开机的古代赚钱大戏《国色芳华》。这部剧讲述的是古人们怎么打拼挣钱的故事，非常有趣。喜欢古代剧的朋友们，千万别错过哦！李现和杨紫这对童颜夫妇可是大明星，领衔主演的实力谁都知道，他们的知名度可高了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导演丁子光拍过的电视剧都挺火，比如《以家人之名》和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虽然《下一站幸福》我没看过，但后面2部剧可都是热门。播出后，观众们都特别喜欢，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编剧张渊昂可是老九门的大功臣之一。这部剧呢，其实就是根据以前重写的那部同名小说改编的，剧本大纲挺完整的。听说剧方还打算给这部剧加点料，让故事线更宽广些。整体来说，这部剧还挺有看头的。杨紫演的何为芳，一个商户家的姑娘，离婚后凭着一手培育牡丹的绝活，闯进了京城和上海。不仅赢得了大家的认可，还收获了爱情和财富，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何为芳杨紫是果断抛弃只有利益交易的婚姻，单枪匹马闯荡京城，凭着自己的本事和家底，勇往直前，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利用出色的种花技巧和独到的商业智慧，成功说服了皇帝身边的重臣花鸟使蒋长阳、李现世进行投资。2个人合作，一个擅长技术，另一个有资金和资源。这样，一个提供专业技能，一个提供资金和场地，配合默契，非常合适。何为芳在蒋府后院地里开启种花事业，期间他招募了多位受旧礼束缚的女子，如秦舞娘、朱福和吕庚春，一起打拼。我们让他们各显神通，一路披荆斩棘，成功打造了独一无二的花享荣品牌。如今，牡丹不再是权贵的专属，而是以其千般姿态，将花香送到长安城的每个角落，飘入千家万户。这只是他们成功之旅的一小步，他用第一笔资金赎回了祖产方圆，并收留了更多迷茫无助的女子。他教授他们手艺，让他们在复杂的世界中有了依靠和立足之地。他把这儿变成了花团锦簇的女儿国，听了蒋长阳、李现演的那个的主意，开始更关注发展实业。他开了学堂、药堂、粮油厂这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业。何为芳有着丰富的创业经历，蒋长阳则有着坚定的报国之路。2人携手共进，相互支持，一起闯过难关，共同成长。他们互相陪伴，为对方加油打气，一路走来，相互成就。2人渐渐心生情愫，历经生死磨难，携手共战乱世，最终归隐山林，逍遥天地。原著小说更偏向日常生活，宅斗情节丰富，但剧版则更注重事业发展和感情线，宅斗情节相对简化。剧版更注重展现主角在事业和感情上的成长与变化，给观众带来更紧张刺激的剧情体验。原著中，刘畅是何为芳的前夫，2人结婚的原因各不同。何为芳因为身体病弱需要冲洗，而刘畅则是单纯为了钱。就这样，2人稀里糊涂地走到了一起。然而婚后刘畅却频繁沾花惹草，稍有不顺心就对他恶言相向。现代人牡丹穿越过来后，立即决定与他断绝夫妻关系，坚决要和离。这大唐盛世啊，风气可开放了。皇帝特别喜欢牡丹花，那些王公贵族家里要是没有几株珍稀的牡丹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身份高贵。何为芳可是费了不少劲，才终于和刘畅把婚给离了。打算单飞，可她的前夫刘畅和新欢清华郡主总爱找茬儿，时不时给她添堵。那次郡主对何为芳动粗，抽了她一鞭子，幸好蒋长阳及时出现，把她救了下来。蒋长阳是国公家的公子，郡主也得给他几分面子，所以就没再为难何为芳了。不过现在的何为芳还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心里特别想感谢他，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蒋长阳的妈妈特别喜欢牡丹花，就请他帮忙照料几株稀有的牡丹。他爽快答应了，后来2人因为这事儿来往也就越来越频繁了。
何为芳创业的第一步就是找了一块的，打算收集各种名贵的牡丹品种，建一个牡丹花园教方园，以此来赚钱。他想让牡丹不再只是贵族的专属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欣赏到它的美丽。他渴望牡丹的芬芳能惠及更多人，让这份美好不再局限于少数人的圈子。蒋长阳多次出手帮了何为芳，他是个明白人，心里琢磨着蒋长阳是不是对他有意思。何为芳不想瞎猜，就直截了当找到蒋长阳，想探探他的口风。真没想到，蒋长阳居然是个挺害羞的纯情小伙。何为芳稍微试探了一下，他脸就红了，而且还没等何为芳说啥，他就急忙问有没有喜欢的人。他回答：时间能证明一切。他对何为芳一直特别照顾，不仅帮忙留住院里的老人，还挡下了刘畅的纠缠。他对何为芳的感情越来越浓烈，难以掩饰。我后来跟何为芳坦白了，说他其实已经被蒋长阳的默默付出打动了。不过呢，我毕竟已经离过婚，而他出身名门，是个国公的儿子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找了借口，说自己现在只想忙事业，没心思谈情说爱。长阳早就看穿了何为芳的心思，知道他虽然害羞不敢明说，但心里肯定是喜欢自己的。于是他果断出手，直接向何为芳求婚，一步到位，尽显霸气风范。两人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关系升级了。由于生意需要，他们常常穿男装亮相，这也为他们私下见面提供了便利。这样一来，两人的交往更加顺畅了。何为芳毫不畏惧外界的诋毁、刘畅和郡主的骚扰以及竞争对手的陷害。他坦然面对一切，甚至在面对蒋长阳的母亲时，也表现得十分真诚，毫无隐瞒。蒋长阳的妈妈因为有过和他类似的经历，特别喜欢他的直率和真心，所以特别支持他们俩在一起。两人甜蜜地走到了一起。这部小说的故事风格比较日常和平淡，期待剧版能够稍微调整一下，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新鲜感。剧里刘畅这个角色是魏哲鸣来演的，好奇他会怎么诠释这个角色呢？之前他在《狐妖小红娘》演的阿来就挺棒的，这次也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蒋长阳和何为芳的故事就先告一段落啦，剩下的精彩部分就交给专业的制作团队来呈现吧。咱们一起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，看看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吧。不久前，白玉兰奖的候选名单终于揭晓。这份名单集结了影视界的佼佼者，展示了今年优秀作品的风采，让人对奖项的归属充满期待。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，有5位杰出的女演员荣获最佳女主角提名。她们各自以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评委们的青睐，为观众带来了难忘的视听盛宴。任素汐以其独特的演技风格备受瞩目，唐嫣则以其甜美形象深受观众喜爱。闫妮展现的成熟魅力令人赞叹，杨紫的灵动演技令人印象深刻，周迅则以其精湛的演技赢得了众多赞誉。往期名单揭晓之际，网络热议不断，众网友纷纷猜测这个备受瞩目的大奖究竟会落入哪位幸运儿之手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热烈讨论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，似乎对此并不感冒。这种态度让我有些惊讶，原本以为会引起一些反响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问题的核心在于杨紫。深入了解后，我们发现事情并非表面所见，她的行为或言论可能触及了某些敏感点，需要客观分析，不应一味指责，要探寻背后的真正原因。作为内娱甜宠剧的代表人物，她的演技一直备受认可，每年都能贡献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甜宠佳作。她的表演风格独特，总能让观众沉浸在剧情之中。亲爱的、热爱的与余生等作品，每一部都深深触动人心。他们娓娓道来真挚情感，让人沉浸其中，感受爱情的美好与复杂，言简意赅地展现了人生百态。仙侠剧领域同样是他的王者疆域，在他的手中，这些剧目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
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。他用细腻的笔触绘制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仙侠世界，香蜜情深意浓，观众沉浸其中，沉香如屑，则飘逸如诗，引人遐想。两部佳作各有千秋，无论是细腻的情感刻画，还是奇幻的仙侠世界，都让人流连忘返。该演员不仅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，其演技更是备受认可。他的表演自然流畅，情感真挚动人，每一次演出都能深深打动观众的心，让人难以忘怀。当时，公众对他的评价极高，赞誉之声不绝于耳。他凭借出色的才华和卓越的成就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重和认可，令人钦佩不已。至于风向的转变，其背后的原因何在？其实，这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。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演进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，共同推动了这一风向的转变。在我看来，他之所以如此，最为精准的解释便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固执，始终不愿迈出安逸的舒适区，去探索未知的领域，这无疑限制了他的人生可能性。入围白玉兰的女演员中，其作品皆为正统剧集，唯她独树一帜，以古装偶像剧脱颖而出。在众多正剧中，她的古偶作品显得别具一格，引人瞩目。杨紫的演技无疑是值得肯定的。她在不同角色间游刃有余，无论是深情款款还是活泼灵动，都能将角色演绎得生动鲜活，让人为之动容。以谦逊态度演绎，一丝不苟拒绝草率，全程保持同期声录制，主角独挑大梁，绝非陪衬，现场多处演技惊艳，展现了不凡的演绎实力。央视也亲自发声赞扬他，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认可，这足以看出他在各界的广泛影响力。他所展现出的实力和才华，令人敬佩不已。原声台词的演绎深深吸引了我，其代入感之强令人赞叹。演员们的语调、节奏和情感都完美融入角色，让我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，与角色共鸣。近年来，此类剧集泛滥成灾，观众已然不胜其烦。过度的相似与重复，使人们的审美趣味变得疲惫不堪，渴望看到更为新颖和独特的作品。杨紫演技虽佳，但重复观赏便觉乏味。尤其是在众多严肃正剧的映衬下，她的作品更显得别具一格，却也不免有些突兀，让人难以完全沉浸其中。当名单揭晓之际，网友们的热情再次被点燃，纷纷发起了一场名为"谁最水"的投票活动，以期在众多名单中评选出最出人意料的那个。杨紫的票数遥遥领先，一骑绝尘，展现出了她强大的影响力和粉丝基础。她的实力和魅力在比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竟然成为了热搜的焦点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议。众人纷纷发表意见，批评声此起彼伏，让她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中。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使她屈服，然而他们显然并未能深刻领悟她的坚韧。她的内心强大远超他们的想象，他们的打击只是徒劳无功。